Hello， 大家好，我是东东，我来啦。想知道最近韩国在流行什么吗？想了解关于 K-pop 的大小事吗？想听到关于我韩东的小秘密吗？那就赶快来听叮咚韩东的语音留言吧。大家好，我是叮咚韩东的语音留言的 DJ Dreamcatcher 的韩东。今天是第4次跟大家在线上见面啦。被你们听出来是外放了，是不是有点吵？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聊一聊不会有人不感兴趣的恋爱烦恼吧。好的，韩东的咨询室再次开启啦。还有上周一起玩的 Balance Game 真的很有趣。哦，这个音乐声有点吵，换一下。好，那我们就从第一条留言开始吧。昵称叫韩东结婚，好吧。他说，从高中就很喜欢的一个女生，我的个性比较内敛，不敢去直白的表达我的心意，但每次见到她就会忍不住心动。要形容的话，比起小鹿乱撞，更像是夏季大汗淋漓的走在路上，然后突然一阵风吹来，那种很温柔却很深刻的怦然心动的感觉。哇，好会形容哦。只是当时间久了，我就有点不知所措，于是后来我开始自己写情书。哇哦，只是从来都不会送出去。矫情点来说，它就像是月光，很温柔又美好。既然喜欢是我自己的事，那就只有我自己知晓就好。虽然是这样想，但有时候还是会忍不住觉得真的太喜欢了，我该怎么办？这样下去我要怎么办才好呢？这份感情我已经藏在心底很多年，我很纠结。如果真的去告白，像我这样说，东弟觉得他会答应吗？韩东，我喜欢你，你愿意和我交往吗？妈呀！在我看到最后一排字之前，我还真的很想就是真心为你解决一下你的苦恼。啊，我已经预感到今天很多这样的留言。哇哦，大家都说好在我没用本名。猝不及防的告白。谢谢你的告白，但我觉得你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经历？其实我觉得就像你说的，就像是月光，我觉得大概很多人心里都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白月光，对吧？你们觉得呢？强制回到主题。太难了。哦，大家都说有诶，但是这种存在其实是很美好的，对不对？就像你说的，像是月光，就像月亮一样，是躲不掉的。就以为走得够快够远就可以甩掉，但并不会，毕竟月亮一直在那里，对吧？对，遗憾美。就既然放不下，就继续守护吧。孙亚没有失眠说开始难过了。然后林小璐说是一种青春，没错。Coco 说晚上是月光，早上是太阳照亮。对，就像我们有一首歌叫 Starlight， 我很喜欢里面的歌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像我们森尼啊，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即使我们经常不能见面，但是也会在远方照亮着大家。对，超级好听那首歌。然后金
季诺拉 A 梦说又想起香港演唱会了，走不出来了。寒冬结婚哦，就是你哦，你就是我的月光，谢谢你也是，相互照亮，对吧？我们可以顺便来玩一个 Balance Game， 大家会更想遇到哪个我呢？一个是爱豆寒冬，还有一个是素人的寒冬，请把选择发到留言区让我看到吧。哦，为什么？哦，感觉选2的人很多耶，让我来看看你们的理由。YCC1218 说素人最好了，为什么呢？林小璐说素人东东感觉更可爱，说话小心一点哦。Nancy 说素人的时候遇到你，可以陪伴你一起追梦。我好像能够理解这种情感，就是大家一起成长，陪伴你成长的感觉。拿木说1看过了，2比较好奇是怎样，可以当好朋友。现在我们也可以做好朋友啊，素人更亲民的感觉。Diss 是个冲浪号说素人的东东感觉可以想象到初高中时候暗恋的那个学姐。哇哦。Cindy 说养成系，没错，养成系。温柔的学姐，对啊，我现在不亲民吗？东东的 ATM 说清纯的冰沙学姐，谢谢你哦，这个梗过不去了。现在是高冷，哪里有？哇，我看到有一个优格说，在爱情的海洋里，你是我唯一的风帆，引领我穿越人生的漫漫长路。写得很好这句话。小树克里斯说捕梦确实是养成系啊，对，我也很承认这一点。舒兰说素人的时候是不是比较内向？素人的时候让我回想一下，的确是比较内向，但是好像也没有怎么太变就是很熟的人会相处的比较开心，比较外向一点，就搞笑的时候也会很搞笑了。对啊，我们现在都是很熟的人了，对吧？我现在 MBTI 是什么？我现在 MBTI 好像要变成 ISFP 了，阶段性的 I1 来回，对，因人而异，看是谁了。I1 反复横跳，没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留言吧。哇，今天这个 BGM 真的好平静哦，都不敢大声说话了。好，我们来读下一个留言。他的昵称是永远的 Insomnia。他说曾经有一段将近5年且深刻的感情，因为自己的不成熟而告终。女孩陪伴了我服兵役、求职低潮等等大大小小的时光，直到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提出了想要结束这段感情时，我才理解到我的傲慢是怎么将她对我的好视作理所当然。变回一个人后，
开始会观察身边的人怎么与伴侣相处，才意识到自己过去很多的时候言行与反应其实都已伤害了对方。生活中点点的累积造成了最后的结果，我陷入深深的懊悔。距今已经快6年了，都还没有自信谈下一段感情，只能继续让自己变得更好，更值得别人爱，也值得去爱别人吧。不算什么恋爱烦恼，只是分享一点自身的故事，期许大家都能成为更好的人。更重要的是，祝福东东能永远的幸福开心。哇哦，谢谢你的祝福。有一点悲伤哦，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一个女孩子能陪伴你服兵役，真的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真的。其实我想说，分手并不是失败吧。那些你所说的大大小小的时光，是快乐美好，都是你的真实感受过的，对。只要是，我觉得清晰的，这句话要怎么说呢？都要珍惜当下的时光吧，对。只要是清晰的结束，我觉得就完整了。是一段美好的经历就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的出现都有他的理由，每一段相遇都是有它的意义的。对，我一直很坚信这句话。你们觉得呢？没错，不要让自己有遗憾。有人说果然是 F， 对，我 F 的那个百分比真的非常非常高。妈妈说每段相遇都是久别重逢，有道理。就像我们的遇见也是有意义的，没错。就像我们跟 Sonia 的相遇也都是有意义的。双子熊说一切都是缘分，是的。在这么多人之中，我们能够相遇，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其实我想跟你说，你说已经快6年了，没有自信谈下一段感情，我觉得不要没有自信，不要缺乏自信。其实2个人的感情就是在怎么说，日复一日的相互陪伴中，你们有着共同的经历，然后从这中间逐渐积累起来的。你不踏出这一步，怎么展开接下来的故事呢？野狗说互相陪伴当下的那段时光是不可替代的，没错。听到快要破防，不要破防。东他去觅啊，你这个昵称好特别。东东也有刻骨铭心的回忆吗？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他很深刻或者是忘不掉的一段回忆吧，无论你是暗恋单恋还是很炙热的热恋，对，每个人心中肯定都会有。XINGLI 说有些记忆放久了也是会越陈越香的。好像有道理耶。其实我也是想跟你说，你不需要很完美就已经是被爱了，对。有人说今天东弟怎么有点像东妈？当然像了，我是他女儿耶。
有人说原本是有的，但是后期被跟你相遇的回忆取代了。谢谢，很荣幸，很开心，我也很幸福能跟你遇见。要先爱自己才可以爱别人，没错。东妈代班。ATM 说本 F 人已经开始流泪了。真的吗？东东东说 F 人哭死。感觉今天晚上电台里面 F 人真的很多哎。我也希望大家都能成为更好的人。其实说到恋爱，不免好奇大家以下2点的看法，刚好也可以通过2选1让我看看大家是怎么想的呢？第一个是换成恋爱，还是选择潜水消失？快在留言区发出来吧。换成恋爱、潜水消失，都很不怎么样哎，依旧是选2的人更多。对，我们曾经在团综里面说过这个话题，但我不记得我当时选的是什么了。其实我觉得，潜水消失会更容易让你内耗，因为你没有理由的。一个人突然从你生活里面消失了，每天都有他的身影，然后突然消失了，你难免会去想很多，什么理由？对，越想就会越容易让人内耗。有人说，克里斯说，哎呀，不该读你的名字。他说救命，我前任一边潜水一边换乘，然后我就被绿了，我选不出来。哇，渣男这么渣，天哪！替你教训他，画个圈圈诅咒他。很多人都说要选择消失，但是有人说潜水会逼疯自己，没错。换乘的话，你好歹有一个可以去宣泄的对象，对吧？也会明白一点。但是潜水消失的话，很难受。对，还有一种是断崖式分手，最后原来是换乘。哇，我这个 F 人也真的是听不了这些。普鲁拉说东东可不能潜水哦，我当然不会。听起来有够难受，没错。最心痛的就是断崖式分手，然后加上换乘恋爱。其实2个都不怎么样啦。对，还有无缝接轨，哇哦！欧萨斯说东东只会传简讯，传一半突然消失。哇，好像很了解我的样子。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突然消失，有的时候是突然手上有个别的事情就忘记了。原谅我一下啦，就一次。Sorry 。对啊，你要足够爱自己。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也会讯息打一半失踪。普鲁拉说东东要忙着打高尔夫球，不要内涵我咯。
有的时候可能是突然睡着吧。好想躺平说，东东觉得跨国的异地恋应该怎么维持啊？其实我觉得相比说你们距离上，就是那种如果很远的距离的话，其实这个我也没有经验，但是相比这种实际上的距离，我觉得心理的距离应该更重要，对吧？有的人可能天天见，但也不一定会很好。东东吗？他说异地恋真的很难过，祝福你能好好的。对，祝福你能好好的。其实时差也很难，对。跨国真的很需要信任和线上的陪伴。跨国很难熬，但是挺过去就会很幸福，没错。也许跨国的话，如果你们有时差，一样也可以交流啊。假如说他在睡觉的时候，你也可以发简讯给他，可以分享你今天干了什么，然后他醒来的时候看见你发给他的东西，应该也会很开心。然后我相信你睁眼的第一眼看见他发来一大堆他一天过得怎么样，他今天干了什么，吃了哪些好吃的，他也会很开心的吧？你们说呢？ Nancy 说这叫寥落铺恋爱。普鲁老师和东东时差1小时都要痛苦的死去活来了，拜托。但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很敏感。但是这可能也是不可避免的，还是要相互信任吧。冲浪号说初恋是跨国的，天天和对象打视频聊今天学校干了什么。那也很甜啊。我觉得你们肯定也会有一段属于你们特别的回忆的，祝福你。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留言，昵称叫下蛋。Hello， 好久不见哦。他说记得在国外念书的时候，有一个很喜欢的女孩子，先称呼她叫西西好了。白白瘦瘦的很漂亮，唱歌又好听，那时候经常可以见到面，不时的还会给她写信，送点小礼物。西西有一个很喜欢的歌手，某一年在西西生日之前正好出了新专辑，我还特地去买了一大堆专辑抽签名会，然后请那个歌手帮忙签了。西西生日快乐，送给西西当生日礼物。不过后来因为工作开始越来越忙，有空去找西西的时间越来越少，喜欢西西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段故事就渐渐变成了只留在我心里的一段美好回忆了。现在还是会在 SNS 上看着西西的更新，关心一下西西过得好不好。其实也不是什么烦恼，就是希望西西可以一直幸福快乐，在追逐梦想的路上一路生花。哇哦，谢谢你哦。我知道说的是我啦。我有很深刻的印象，在某一年的签售会上收到了我喜欢的歌手的签名，然后上面写着寒冬生日快乐。对，谢谢你，当时真的非常非常感动，现在还特别记忆犹新。
西西东东，嘿嘿，从此我叫韩西。那个专辑当然现在还在留着，收藏的很好呢。也谢谢你，谢谢小蛋给了我这么珍贵美好的回忆，很幸福。真的很感动当时。행복한 동동 맞아.东东西西南，东东南南西西北北，东南西北。哇哦，韩南是谁？哎，其实很好奇哦，大家有没有就是自己的灵魂伴侣？有的话在留言区告诉我。有人说好像没有哎，哇，大家都有哎，有西西哦，谢谢。Nancy 说有一个认识15年的好朋友，哇哦，好珍贵的友谊。其实有一个很同频的朋友，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大家都有很多超过了10年的好朋友哎，我也有一个。虽然说有个朋友我跟他认识第2年，但我们好像认识了10年。这就说明你们是非常同频共振的好朋友，相处起来非常的舒服轻松。我也有一个特别同频共振的好朋友，非常幸运，对，也是相处起来非常的舒服轻松。拿木说我有一群认识快20年的朋友，哇哦，20年好了不起。Cindy 说有诶，虽然是异性，但身旁的人都叫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真的是很纯的朋友。嘿嘿，好啦，相信。其实我也懂啦，就是那种聊天的时候话题不会断，任何时候就是24小时，有什么想发的就没有顾虑，想发就给他发，就算他没有回复，你也知道啊，可能在忙，他一会儿会回我，然后也会继续发，各说各的那种感觉。东东觉得男生女生有纯友谊吗？我觉得有的，有的吧。有人说各说各的最棒了，以毒乱答是吗？现在有个词以毒乱答。大家都说有的有的，其实也有很多，怎么说？好吧，已读乱回，没错。有人说已读不回，但是也是对方看了，已读不回很过分哎，最讨厌已读不回了。
但是我觉得比不读不回更过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留言，他的昵称叫做音响，对不起Hello， 他说我曾经和一个女孩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是我吧现在已经就是开始有疑心了。他说原本我以为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一直是以嬉闹的方式相处着，也很习惯的陪在我身边，并没有多想什么。但有一天他突然和我说要出国留学，要去精进自己，那当下也是蛮乐见其成的。不过尽管在他离开之际有和他道别，但看着他离开的时候，心还是揪了一下，空虚的感觉一天又一天的增长，觉得很奇怪。我寻思了好久，这回他离开我身边后，我才意识到原来我喜欢他难耐的熬了又熬，总算是等到他回来的这一刻了。这次重逢，我想要正视自己的心意，也想付出努力，好好经营我们的关系。想要问东弟，我该直接跟他表白吗？如果是的话，我喜欢寒冬，你可以和我结婚吗？果然是。其实我读第一句我就知道肯定是我，然后大家都说不可以，对。千言万语化作一句，是不是？可以和我结婚吗？你们怎么都在偷偷告白哦？我是很真心想为你们解答，就是解决烦恼的，真的是接不过来了啦。大家都说我们也很真心的在烦恼。抢婚现场，有点社死哦，感觉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了这个。对，不知道要怎么回应了，突然多出来了好多情敌。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是应该有很多人身边都有那种打引号的朋友。哇，我第一次就是直播会停顿这么久哎，不知道要说什么。接不下话了。好啦，也祝福你能够遇到一个很同频又很喜欢你这样子的人，他一定会在终点等你的。有人说很想跟东东分享的故事，但不知道怎么下笔。没关系，以后慢慢告诉我，我有时间听你说。感觉今天直播的那个节奏就是
很平缓很慢哎，不知道是不是 BGM 的关系，或者是话题有的时候比较沉重。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留言。昵称叫 VK 说 Hello 东东，一直以来我对恋爱都有一个困扰，就是认识的能有机会发展的人不多，也不太会去那种互相介绍的朋友的场合，说实在的更不喜欢出门，所以想请问东东可以推荐给我一些不爱出门的 I 人也可以找到男朋友的方法吗？这个能看出来你是真的很苦恼，想咨询的感觉。其实我想说，小绿说真的是，小圆，对不起，这个字是什么字？真的是大型的社死现场耶。有的时候看繁体字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弄混，感觉不出门真的很难或者是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去认识更多的森尼亚，跟他们一起多交流交流，或者是发展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很多森尼亚说欢迎你进他们的群。还有个人说我只追2个团超专一，你2个团你还超专一，你很自豪的样子，专什么一啊？2个团，一个团那么多人。真的是你知道专2，超专2。有人说我追5个团，哇，你还很自豪的样子，还要跟我炫耀一下，真的是过分。拿木说我韩国只追1个团，那你在别的国家追哪个团呢？开始玩文字游戏。一国1个是吧？还蛮厉害的嘞你。女团网，男团 D 是谁啊？白水说真人的话只追小网，还有不是真人的哦。大家都是花心大萝卜，我发现。我真的不是很能明白，就是大家饭圈的一些缩写、一些用语，一点看不懂，一点真的。就是每个团的花名什么的，我可能只知道我们是叫网，但其他团我都不是很知道。对，有的时候看不懂。只需要知道我们就够了。嘿嘿。既然刚才说到有什么不用出门也可以找到男朋友的方法，那问问大家都是怎么样和自己的男朋友认识的呢？
或者是女朋友？我等着你们的留言哦，快快快！随缘，随缘这个挺佛的，对。哦，有人说朋友介绍，有人说追星认识的，有人说在我们的签名会认识的，有人说在学校认识的，高中认识的，玩游戏认识的，哦，很多方法哎。在学校一见钟情的，社团认识的，打篮球认识的，哇，组乐团认识的，梦里认识的，这个有点过分了。感觉追星认识的占大多数哎。健身房认识的，哇哦，健身房。梦里什么都有是吧？哎，大家有没有做过预知梦哦？我经常会做预知梦，就假如说我在梦里出现了某个朋友，然后可能醒来一瞬间，哎，正好他会来信息，这样就很神奇感觉。哦，大家也有过哎。预知我们去看演唱会，然后我们就去了，嘿，每次都是似曾相识的那种 déjà vu。有啊，梦到不梦往2025会再来看演唱会。你在点我，看出来了。有人说2025太远了，好，2024就去。试图引诱我剧透哈。上一次的确是很真切的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也让我非常的难以忘怀，所以希望还可以再见到你们，延续这一份缘分。好了，多的我就不说了。好，下一个留言我们来看一下，昵称哦，你好聪明哦，是匿名的诶。好，让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了什么。他说，就是匿名的朋友说，交往久了有点到厌倦期，有时候觉得另一半太执着就会感到很烦躁，但其实他也没做错什么，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好像没有那种对异性喜欢的感觉了。除了想问问东东可不可以给我点建议，也想问问在直播间的大家，我们的森尼亚有没有过这种烦恼呢？有人问怎么匿名，他很聪明耶，他就写的是匿名烦恼，他的昵称就叫匿名烦恼。他的昵称就叫匿名。感觉另一半太执着就会感到烦躁。你是火象星座哦，白羊座、射手座还是狮子座？感觉有时候火象会这样哎，是吗？真的是火象吗？被说中了哦。火象莫名被骂，突然变占卜，星座大师。白羊座在这里，我也是白羊。
风象星座抓不住。金牛在一旁吃瓜。韩大师。白羊哭。天秤。有人是327的白羊，那你跟我差1天那我们两个应该挺像的。让我们来看一下你的烦恼。其实我的话，相比轰轰烈烈，更喜欢细水长流。像你说的厌倦期，那个时候应该才是感情升华的时刻。对，我觉得只要有深厚的感情基础，厌倦疲惫也是暂时的。对，感觉这是漫长岁月里一个必不可少的减速带吧。对，你们可以回忆一下过去比较美好的时候，或者刚刚认识的时候有哪些难忘的回忆。有人赞同我的说法吗？其实我觉得一段好的恋爱关系里面，是你不求回报，但是他会记得回报，你们懂吗？哇哦，大家发了好多小爱心的贴纸。有人说可恶，当时就是他没有想回报。没错。萌萌妮说突然豁然开朗。东东的心灵鸡汤时间。辛迪说可以不用给我回报，但请让我知道你在乎。东东有什么土味情话吗？我不知道什么土味情话，都是从你们那儿学的。大家来喝汤。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舒乱说，我觉得情感上的回报比实体更珍贵。实体比实体更珍贵哦。没错。哎，我刚刚想说什么，我突然忘记了。好了，想起来再说好了。其实情绪价值也很重要，对。这位我们匿名的森尼亚说的厌倦期，可能就是缺少了某种互相给予对方的情绪价值，对。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留言，希望刚刚也能够帮到你。下一个昵称叫阿点 ，Hello， 他说：“嗨，东安，是我啦，阿点，来分享我的单恋小烦恼啦，是我吧？好啦，我们来看一下，事情是这样的，我有一位认识了6年多的女孩，
缘分真的很奇妙，刚开始大家都觉得他很高冷，哎呦，感觉越来越像我了哦。某次偶然跟这位女孩聊天后，才发现其实她是个很温暖的人，甚至我们还有了专属的昵称。可惜后来断了联系，隔阵子再见她时，发现她变得更活泼开朗。现在是个喜欢逗人笑的小女孩了，看着也挺替她开心的。但是难免心中会有遗憾。单恋就是这样，对吧？只能自己在深夜里独自感叹。可我还是想让自己再勇敢一次，哪怕是不会有结果的，还是想对那位女孩说声我爱你。给正在读这则讯息的你，我最爱的生死之交寒冬，我爱你。我只希望你能过得快乐就好，你永远都是我最骄傲的寒冬啊！谢谢你，我觉得好社死，我突然觉得，就是这个让我自己读出来，就会有点怎么说？谢谢你啦，谢谢你阿点，那我们来看一下留言。有人说听到阿点这个名字已经知道结局了。有人说多读一点就不尴尬了，可能是读的还不够多。VK 说是不是本来以为挺正经的？从第一条留言开始，我就能感受到今天不简单，不容易。今天根本都是在告白，很幸福的1个小时，一直在被告白。但是，你说，隔阵子在遇见我的时候，发现变得更活泼开朗，也是逗人笑的女孩，也挺替她开心的，也很感谢你能陪我一路成长，感谢有你。皇上的熊说，本来要听八卦，怎么都听到是这种告白。并不是恋爱烦恼，是大型的告白现场。布布说我的八卦呢，我都竖起耳朵了，结果听到都是我自己的。但是感觉大家的文笔都很好哎。有人说今天这1个小时是情书朗读的时间。阿毛说这个故事跟我的故事好像哦。但是你们前面写的都很真实，直到最后一句话。其实，刚才读的那一些留言是我们森尼亚发来的一小部分留言，虽然没有办法读全部的，但是我都有看到你们给我发的。对，有没有现场想让我帮助大家解决的烦恼呢？可以把你的烦恼发到留言区。舒兰说东东觉得爱一个人最后一定要在一起吗？我觉得不一定，相比结果来说，我觉得过程更珍贵。
就有人会说最后总是会分手的。那我觉得那又怎么样？就像是你的人生总是会老去的，但你就不开心的活着了吗？是吧？都是一样的。过程远比结果重要，而且它的出现都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帮助。对，至少曾经美好过，没错。有人说能够默默守护对方最重要，你的心里一定也有一个很特别的位置，里面住着一个很特别的人。匿名留言这个朋友说，得而复失跟从未拥有过，东东会选哪一个？让我想想哇哦，得而复失吧。为什么会选择从未拥有？因为没有拥有就没有失去，是吧？但你至少拥有过，努力过，也不会有遗憾了呀。从未拥有过，你不会觉得很遗憾吗？其实最难受的感觉就是一段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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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遗憾的感情，对。有人说得而复失多少会记得一点他的缺点，从未拥有过只会一直想起他的优点，更难受吧。有道理耶。从未拥有过，可能你会在脑海里加很多对于他是你自行想象中的一些滤镜。你拥有过，时间久了还可以回头看看之前的美好。皇上熊说，被好朋友告白后当不成朋友怎么办？所以很多人会说，所以我刚才说很多打引号的朋友，捅破了那层纸，可能有些事情也会变得拿木说拥有过最后变成不好的回忆，那可能也会因人而异吧。因为我的话，我不是一个很会记得不好回忆的人，我心里留下来的很多都是美好的回忆，而且那些不好的我会忘得很快。对，而且不是很记仇那种类型。哇哦，时间真的好快。对，白羊就是不记仇。哇，今天跟大家聊得也很开心哎。下一期你们想聊什么呢？可以把好的意见发给我哦。
今天非常非常快乐的时间，心灵鸡汤时间，对，觉得过得特别的快。我们的第4次见面也到了要说再见的时间了，不过不用太伤心，因为下周4晚上8点，寒冬还是会在 Spoon Radio 和大家见面的。每个礼拜我都非常期待和大家见面的时间，我猜你们也是，对吧？希望今天都能做个好梦，要梦见我哦。잘 자， 내 꿈꿔。好了，以上是今天叮咚寒冬的语音留言的全部内容。我是 DJ Dreamcatcher 的寒冬，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安녕，拜拜。